大概是我出社会第2年还第3年的时候我就买车了。那我那时候买车的理由啊，其实很无聊很简单，就是因为觉得男生嘛，出社会工作有台车好像比较威风，比较容易把妹，应该是吧？对啊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财经小故事，每周一次跟你聊聊最近发生的财经大小事。今天啊，已经是开工的第2天了，大家过年有没有去哪里玩呢？你们的心收回来了吗？你过年有没有去哪里玩？没有我都在家啊，外面人很多那你呢？你有出门吗？我过年啊，因为我每年过年我都是要回高雄过年，老家在高雄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就从台北开车到了高雄。然后因为我爸妈呢，他们就想要常过年的时候到处走走看看，去走村嘛，所以初3之后呢，我就开车带他们从高雄经过南回到台东，然后再从台东到花莲，然后再从花莲到宜兰，然后再回来台北哦。我觉得啊，过年待在家不出门，绝对是过年最好的选择，因为外面人爆炸多的。我刚刚讲的那个环岛行程啊，我算过，我每天开车都至少开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真的是心很累，眼神死啊。我最近朋友啊，有些也想要买车，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买车呢？我买车，其实我买车大概是我出社会第2年还第3年的时候我就买车了。那我那时候买车的理由啊，其实很无聊很简单，就是因为觉得男生嘛，出社会工作有台车好像比较威风，比较容易把妹，应该是吧？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我也没想太多，我就车就给他买下去了这样子。那你觉得买车要准备多少钱才够？这个买车其实买车不用准备很多钱，大家知道吗？例如说一台80万的车啊，其实你只要拿8万块左右，那剩下的钱呢，你就可以去跟银行做贷款。那贷款的期限呢，现在蛮长的，车贷的话，很多都可以做到7年的贷款。那你每个月的月付金啊，其实都不会缴得很多。我没记错的话，我第一台车啊是那个福特的 Focus。那我那台车子，就是缴完头期之后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贷款每个月才缴8000多块而已。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买一台车其实好像很容易嘛，那我就是拿少少的钱，然后每个月付8000多块，其实也不是太大的负担，然后就可以很轻易的拥有一台车，就可以开着车去任何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很多人好像会觉得这个蛮轻松的，买了车之后才知道啊，其实养车是有很多衍生性的费用的哦。那你觉得就是买车，它除了车子本身的价格以外，它有什么衍生性的费用？譬如说税啊，或是说停车费等等。这个衍生性的费用啊，非常非常多啊。第一个嘛，最直观的就是你开车要加油嘛。那油钱其实是一个蛮可观的花费，尤其是最近的油价又比较高。那平均啊，我问过身旁有在开车，包含我自己在开车也是。你如果没有特别去哪里，就出远门去玩的话，其实平均每个月油钱大概都要3、4千块。那除了油钱是最基本的花费之外呢，大家千万不可以忽略，就是你车子会有那个缴税嘛，会有缴那个燃料啊，还有牌照税。那燃料费啊跟牌照税呢，其实就是看你车子的 CC 数的大小。那如果我们不是买那种特别大 CC 数的车子啊，其实你摊下来每个月大概也要1000多块。所以你看你的油钱加你的那个税金，可能每个月就要大概5000块左右的费用哦。那再来还有另一个我觉得花费也是蛮凶的，是停车。那如果你是在新北啊，或者是你在台北市这种地方，停车基本上都是爆炸贵的。那我刚看了一下我上个月的信用卡的账单啊，我光停车1个月就停了1000多块哦。因为大家知道台北市的停车费是非常贵的，基本上你停车1个小时都是要50块、60块。那你有时候稍微停久一点，你可能看个电影啊，然后再吃个饭，对不对？就是很正常的行程嘛，4、5个小时就200、300不见了。那你1个月的话，停个4天、5天、6天，那可能就会花超过1000块以上的费用。所以你看，油钱加税金加停车，其实1个月大概就要去掉6000块到7000块。那还有车子也要保养嘛，对不对？那一般的车子呢，大概是1万公里会保养1次。那每个人用车的习惯会不太一样啊，就不确定大家的里程数是多少。那保养它其实也有分小保养跟大保养。那大保养的话，要换的东西就比较多，那甚至是你有时候可能要换电瓶啊、换轮胎啊，那个费用1次可能就会破万元哦。所以你再把保养的费用算进来啊，我基本上初估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我刚刚有说嘛，我第一台车的车贷可能每个月大概缴8000多块。但我其他衍生性的费用啊，摊下来我每个月可能也是7000多，接近8000多块哦。所以你以为你每个月只要缴
8000多块的车贷就可以轻松的拥有一台车，但你实际上付出的金额啊，可能会是这个车贷的2倍哦。那你觉得，如果在台北、新北这种大众运输比较发达的地方，是不是就不用买车了？这个答案我个人认为绝对是肯定的。坦白说，我那时候买那台车之后，我一开始开的时候，我当然觉得很开心。可是后面很多的费用，我让人就觉得越来越吃力嘛。那到现在，我的能力跟我的经济状况其实比之前稍微好了一点。那我重新来审视买车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对于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你，如果你是刚出社会2-3年、3-5年左右的年轻人，那你又是在台北或是新北这种大众运输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上班或者是生活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不用这么早买车啦。那如果可以让你在买车这件事重来，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你到底买车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刚刚有说过嘛，我一开始买车只是觉得，有车子开好很威风，很好把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对的示范，很错误的示范。经过这几年的那个开车的那个时间呢，因为我现在也已经换到第3台车子了嘛，我觉得车子啊，对我或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基本上就是2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车子是你一个行动范围或是活动范围的延伸。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哦，例如说，假设我没有买车，那我可能是骑摩托车或者是坐大众运输系统，比如说坐捷运或者是公车。那我要到某些地方，是不是就会比较困难？例如说，像前几年不能出国，大家很喜欢去露营，大家很喜欢去爬山，大家很喜欢去泡野溪温泉。那因为那些地方它就是离都市比较远，所以你没有车子的话，你就比较难到达。你需要活动范围延伸到我刚刚讲那些地方的次数会不会很多？例如说你是一个很常要南北跑啊，或者是做业务的话，那我觉得买车这件事情还算合理。你只是很偶尔会去跟朋友，例如说登山啊，或是露营的话，那我觉得买车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就没有那么的大。车子它是一个很大的花费，那我们要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把这么多的花费花在炫耀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的因为其实有很多车子，它除了炫耀之外，它还有当艺术品一些展示的功能。像我认识一些比较有钱的老板，他们就是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车，他们那些车子可能1年连5000公里都开不到，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因为他车库里面7-8台车，但他那个车子有些就是真的买来当做艺术品在用，因为像现在已经进入电动车的时代了嘛，所以很多车子他们的汽油版本可能都是最后1代、最后2代。那些老板他可能对某一台车子他有那种很特殊的情感。例如说，我就有朋友，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保时捷。那大家也知道，保时捷现在都已经出电动车了嘛？那会不会保时捷的，例如说它的休旅车汽油版本可能是最后1代？那他们就基于这个收藏的精神，他们就把这些车子买回来，然后放在自己家里面的车库，然后可能1-2个礼拜才会把它开出去兜兜风这样子。那这种的那个思维层级啊，已经不是一般我们这种上班族所能够做的事情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买车之前，你还是思考一下说，车子它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活动范围的延伸。那你需要延伸这个活动范围的频率有多多？那值不值得你花我刚刚讲的那些费用来延伸你的活动范围？借此去评估啊，买车这件事情在你的整个理财或者是在你的人生的优先顺序上，是不是一个提前需要做到的事情啊？好，那这礼拜的财经小故事就讲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我们下周见，拜拜。